等等，都病入膏肓了，还跑来送死，这小子可真是勇气可嘉呀！再等等。有完没完了？急什么？小爷我现在就送你们两个归西！你找死！立怀勾还！无偿索命！是。江湖传闻，北邙双煞的招魂术鬼神莫测，没想到竟能还得出鬼簪助阵。何为鬼簪？人死为鬼，鬼死为簪。人若被鬼簪所杀，便会魂飞魄散，神仙难救。鬼簪乃由三魂七魄汇聚而成，无形亦无质。这小子根本是在白费功夫，就没有克制之法吗？得先斩了鬼簪的本体，这些分身才会自行消散。姑娘，趁到北邙双煞分心，我们现在出手正是好时候。不着急，你没发现他自己还未曾拔刀吗？你是说他还在隐藏实力？我只是觉得此人绝非池中之物。给我破！他居然能一刀斩灭鬼簪，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小子了。不过是碰巧运气好罢了，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命有多长。小儿，你能否看出他的武学根底？这小子身法轻盈，身形起落如柳絮沾风，倒有3分武当梯云纵的影子。不过他的刀法又截然不同，时而刚猛有力，有开山辟石之势；时而飞云流水，变化莫测，叫人完全看不出根底。最怪的是，此人分明并无内力，却在云刀劈砍时刚气逼人，着实让人琢磨不透。难怪他能轻松破解我的蛇骨，看来确实有些本领。你这是何刀法？为何如此古怪？这刀法是我师父如厕时所创，目前还没起名字。今天看来，不如就叫双煞克星刀如何呀？你欺人太甚！我杀了你！师妹，此人实力不俗，不如我们先暂避锋芒。要走你走，这小子的命我收定了。师妹。要杀了你！以血分天，出神灭道。
血祭焚天诀。此术出自魔教经典，以私塾者血肉为引，燃尽毕生功力换取焚天之力，威力足可撼天动地。私塾者一旦施展，便会经脉寸断，直至血尽魂消。阿古那是有几分胜算？1分都没得。且不说他气海空空，毫无内力根基，就算是他有内力，恐怕也顶不住这焚天之力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他的修为在五品之上，或许还有翻盘的可能。可他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刀客，怎可能有如此修为？这么说，他绝无赢的可能了。你怎么可能破得了我的焚天诀？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黄泉路上，慢慢想吧，臭宝怪。什么？他的修为竟然瞬间突破了5品！寻常武者想要晋升一等，少说也要熬个3年5载。他不过是个不入品的小刀客，怎可能一刀破境？你从前可曾听过能一刀破境的武者吗？除了拥有天灵根的大宗师外，还未曾听说过有人能做到。难道说他的根骨堪比大宗师？看来你得改姓了。大圣，你此去姑苏退婚，需以1月为期，1月内务必回归师门，切不可延误。师傅，我好不容易下趟山，你就让我多玩几天吧。这猢狲呐，不要命了！明知自己天生绝脉，20岁就是你的命劫所在，1月后便是你20岁生辰了。这死期都看到了，你还敢常玩啊你？师傅，您从我6岁开始就说我是个注定短命鬼，可是你看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呀。倒是您呀，要是再贪吃烧鸡，可就比我先归西。这里的丹药足够你吃上1个月了。哎，切记每天1粒，少服1粒的话，你就等着经脉寸断了。知道了。还有，你爹留给你的那块玉魄，你可千万一定要把……哎呀，师傅你就别唠叨了，你赶紧给我滚！再磨蹭就得给你收尸了。好，走了。师尊为何不将实情告诉彭师兄？天机如雾，波之反迷，有些劫需自己亲身历过，方能参透。驾！
跳！哎呀！小郎君生了这般好模样，怎舍得兀自泡在这寒潭之中？不如随奴家共浴一场。美人相邀，我怎会拒绝？只是这幻术虽真，却瞒不过我的眼睛。几位姐姐，你们找错人了吧？哪个是你姐？姑娘，她不像魔教的人。少侠年纪轻轻，竟能一眼识破我五毒教的蛇骨之术，不知江湖上如何称呼？彭大圣，五虎断刀门。啥子五谷断刀门？听都没听过。还不是那个三疙瘩里的旁门小派，井底之蛙吧？小儿，我们走。等等，两位姐姐，我的马儿因为你们摔断了腿，这笔账怎么算啊？拿了钱赶紧滚！我不要你们的钱，我要你们给我的马道歉。哎，小子，方才是你说哎，要我向你的马道歉是吧？姑娘，你不道歉就不道歉，没必要动手吧？现在晓得错了，晚了。姑娘，我不打女人的。可我打男人！你这人怎么专攻人下三路啊？少废话，有种接我一刀！姑娘，你能不能认真听我解释一下？邓兔子，我宰了你！他竟没有丝毫内力。缩头乌龟，莫让我再看到你！
还好走了，不然这姑娘怎么比下山的老虎还凶啊？哎，大帅，别装了啊，人都走了，起来吧。走，哥带你吃包子去。走。吃好了再来啊！乖乖，来屉包子吧，刚出炉的，可香了。全都要了，全都要了。哎，哟，那我今天都能早点收摊儿了。哎呀，哎，看看这大包子。哎呀，师傅给的钱都花光了。哎呀，早知道刚才就不逞能了。老爸，哎，一个，一个。那你这没钱就没钱啊，学人家装什么阔绰？穷鬼！哎，喏，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呀，吃饭之前先吃药。这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哎呦！哎，我的弹药！岂有此理！给我站住！上！魔强灭我满门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大小姐，吃定了。跑得还挺快啊！小爷我斜着撩磨破啦！哎呦，拿几把破刀在这吓唬谁呢？啊？哟，吓唬我呢？来来来，朝这儿砍，砍我，砍我，砍我呀！让你砍你就不砍！你们的爹娘教没教过你们撞了人要道歉啊？没礼貌！我这个人呢，大人有大量，这次就先原谅你们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你刚才不是挺威风的吗？现在怎么怂了？大哥，这刚才是个误会啊。误会？你下去跟阎王爷解释吧。1、2、3。这么不经打的啊！一群废物，统统滚开！师兄还不现身，难道是怕了不成？
默契。走上路。我当是什么厉害的角色？原来是个小刀客。师妹，咱可得先说好，要把这小子的心肝脾肺肾留给师兄我当下酒菜。师兄放心，我只要吸干这小子的脑髓，剩下的都归你。好。此事因我而起，与这位少侠无关。你们要杀要剐，冲我一人来便是。姑娘，一会儿我缠住他们，你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哎呦喂！没想到这对小男女还是对亡命鸳鸯啊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魔教的白芒双煞竟然都来了古书场，那人不是方才那个彭大圣吗？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小儿，你方才与他交过手，此人修为如何？那小子气海空空，连半分内力都没得，最多是个不入品的小道客。倒是白芒双煞，修为远在6品之上，真要动起手来，捏死他，比捏死只蚂蚱还容易。我反倒觉得他方才能轻易识破我的舌骨，绝非寻常之辈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你不也没走吗？我爹娘被他们所害，这份血海深仇，我是逃不过去的。少侠，你不一样，犯不着跟我一起死在这儿，我自己可以。就这么跑了？我还当他要英雄救美，原来是个既不中看又不中用的草包枕头。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他了？我还真当那小子是个不知死活的，原来不过是个父亲婆媳的伪君子罢了。小美人，你若肯答应与我快活一场，我可以保证送你个舒服的死法。我方小九就是死，也不会给我们方家丢脸。哎，你没事吧？靠谱说，喜欢吗？这是送你的礼物。没走。谁说我走了？你方才……哦，你看，我刚才发现庙里的这个红薯烤的红豆流油，扔了怪可惜的。你要不要尝一口？我觉得比我师傅烤的好吃。他竟然没跑，果然我没有看错人。明知是死局去不走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或许他有取胜的把握呢？怎么可能？就凭他一个连内力都没得的小刀客，若他能赢，我木萧从此以后跟他姓。彭萧，听起来有几分硬气。姑娘，好好好，信你便是。臭小子，看来你是铁了心了求死。哼，我彭大圣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恃强凌弱之人，更何况你们两个不男不女不人不妖的丑东西，小爷我看着碍眼。还从来没有人敢对我们北邙双煞口出狂言，待会儿我就让人跪下来求证，杀了你！姑娘，你去后面躲起来，我不叫你千万别出来。你当真能应付？打不过就跑喽。丑东西，小爷我从下山起还是第一次与人正式交手，就拿你们两个试刀了。敢拿我们试刀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等等，
都搞慌了，还跑来送死，这小子可真是勇气可嘉呀！再等等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急什么？小爷我现在就送你们两个归西！你找死！厉鬼勾魂，无偿索命！江湖传闻，北邙双煞的招魂术鬼神莫测，没想到竟能唤得出鬼簪助阵。何为鬼簪？人死为鬼，鬼死为簪。人若被鬼簪所杀，便会魂飞魄散，神仙难救。鬼簪乃由三魂七魄汇聚而成，无形亦无字。这小子根本是在白费功夫，就没有克制之法吗？得先斩了鬼簪的本体，这些分身才会自行消散。姑娘，趁到北邙双煞分心，我们现在出手正是好时候。不着急，你没发现他自己还未曾拔刀吗？你是说，他还在隐藏实力？我只是觉得，此人绝非池中之物。给我破！他居然能一刀斩灭鬼簪，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小子了。不过是碰巧运气好罢了，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命有多长。小二，你能否看出他的武学根底？这小子身法轻盈，身形起落如柳絮沾风，倒有3分武当梯云纵的影子。不过他的刀法又截然不同，时而刚猛有力，有开山辟石之势；时而飞云流水，变化莫测，叫人完全看不出根底。最怪的是，此人分明并无内力，却在云刀劈砍时刚气逼人，着实让人琢磨不透。难怪他能轻松破解我的蛇骨，看来确实有些本领。你这是何刀法？为何如此古怪？这刀法是我师父如厕时所创，目前还没起名字。今天看来，不如就叫双煞克星刀如何呀？你欺人太甚，我杀了你！师妹，此人实力不俗，不如我们先暂避锋芒。要走你走，这小子的命我收定了。师妹。要杀了你！以血分天，诸神孽道！
血祭焚天诀。此术出自魔教经典，以施术者血肉为引，燃尽毕生功力换取焚天之力，威力足可撼天动地。施术者一旦施展，便会经脉寸断，直至血尽魂消。那古乃是有几分胜算？1分都没得。且不说他气海空空，毫无内力根基，就算是他有内力，恐怕也顶不住这焚天之力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他的修为在5品之上，或许还有翻盘的可能。可他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刀客，怎可能有如此修为？这么说，他绝无赢的可能了。你怎么可能破得了我的焚天诀？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黄泉路上，慢慢想吧，臭宝怪。什么？他的修为竟然瞬间突破了5品！寻常武者想要晋升1等，少说也要熬个3年5载。他不过是个不入品的小刀客，怎可能一刀破境？你从前可曾听过能一刀破境的武者吗？除了拥有天灵根的大宗师外，还未曾听说过有人能做到。难道说他的根骨堪比大宗师？看来你得改姓了。吓死了，小命差点没了。不过方才怎会感觉体内有股说不出的力量？难道说是我的修为又提高了？我刚才以为你要没命了。姑娘，小女方小九，多谢少侠救命之恩。方姑娘不必如此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凭一己之力连斩魔教北邙双煞，少侠当真好手段。既然2位姑娘早都来了，为何此时才肯现身啊？你早就发现我们了？我猜的呀。不过看你们的反应，我应该是猜对了。无耻！少侠方才一战惊心动魄，令人大开眼界。如今魔教荼毒武林，天下苦不堪言。不知少侠可愿与我五毒教协力，诛除魔教，庇佑苍生福祉？师父有命在先，命我早归师门复命。姑娘所托，爱莫能助。我看你是怕被人比下去，丢人现眼吧？小儿，不得无礼。
既然少侠另有安排，我便不再强求。小女段清瑶暂居姑苏几日，若少侠改了主意，随时恭候。你干嘛？快起来！小九双亲皆被魔教残害，少侠不仅救我一命，还替我报了家仇。若少侠不弃，小九愿侍奉左右，为奴为婢，报答恩公。少侠不愿意，还是说嫌小九面目丑陋，粗俗不堪？哦，没有，姑娘，你是不是对丑有什么误解啊？你要是还丑的话，那我师傅岂不是丑成丑八怪了？我操！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待我与慕容家退了婚，再为他选个好出路也不迟。风姑娘，你先起来。这样，以后你就别叫我少侠了，就叫我大圣吧。嗯，大圣哥，那你以后就叫我小九吧。小九。哎，哦，你这儿脏了。红尘作证，谁把真心换一身伤痕？灯火未尽，誓言已冷。姑娘，你当真就那么放过那个彭大圣了？自然不会。凡是我五毒教想要的人，绝不会轻易放过。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，我们何必在一个连内力都没的人身上浪费功夫？江湖上的高手是不少，但是能为我们所用的寥寥无几。倘若他今日一口答应了我，我反倒没这么看重此人，但他却偏偏没有。我看他就是不识抬举，还能盯紧他，我要知道他在姑苏的一切行踪。是。大圣哥，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啊？是我的保命符。保命？对啊，我师傅说我是天生绝脉，注定的短命鬼。这些年多亏了我师傅炼的丹药才保住了我的小命，所以我才说它是我的保命药。那要是药吃完了怎么办啊？死路一条。啊，那……逗你的，我师傅说了，只要我在1个月之内返回师门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大圣哥放心，小九定会帮你寻遍天下名医，一定会有人治好你的病的。哎呀，傻丫头，我这不是病，是我的命。不过小九你呢？现在仇人已经死了，大仇得报，你后面有什么打算？自然是跟着大圣哥你了。你去哪，小九就去哪。这丫头，刚没了亲人，怕是把我当成唯一的依靠了。可我这条小命都朝夕不保，拿什么护着她呀？对了，大圣哥，你方才说要去姑苏慕容府退婚，可你自幼在师门修行，
又怎么会跟慕容家有婚约啊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想当年啊，我师父救过慕容家主的命。慕容家主为了报答我师父呢，就给我们之间定了一个婚约。可是如今慕容家主已经仙逝，我又下不了山门，所以啊，这次我师父就让我下山，这个婚约给退掉。少侠恐怕要白跑一趟了。老先生有何指教？卜卦算命10文一次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既如此，那我实言相告：10日前，慕容家主放马为其千金慕容冰清比武招婿。这消息一出啊，便引得江湖各路才俊少侠齐聚姑苏，翘首以盼呐。不就是比武招亲，至于搞这么大阵仗？姑娘有所不知，那慕容家主慕容香乃当今武林盟主啊。慕容冰清乃是他膝下独女，你想想看，谁要入赘慕容府，便可继承慕容家的家业呀。更何况传闻那慕容冰清生得貌美无双，有道是一家有女百家求的妙人啊。那你说的白跑一趟是什么意思呀？为表答谢，今日慕容家主在燕子矶宴请江湖各路才俊，若少侠不在名单上，连门都进不去啊，岂不是白跑一趟了？哦，这么听起来，我就更想去凑凑热闹了。小九，咱们走。晚辈彭大圣想求见你家家主，还望通禀一下。切！就你这个穷小子，还想见我家家主啊？哎呀，你也不看看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凭你也配？喂，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无礼？狗眼看人低！我，你这个臭丫头，找打你！哟，你个臭要饭的，还想学大侠英雄救美啊你？就凭你这两下子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给他道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真诚点儿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还不够。我不是，我混蛋，我狗眼看人低。姑娘，求你饶过我吧，行吗？敢在我慕容府门前撒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不让这个臭要饭进去，他就打我。他说的没错，你把我们慕容家的脸都丢尽了。滚！哦。哎，你就是慕容冰清吧？你是何人？在下彭大圣。当年啊，你的祖父跟我的师傅为你我定下过。祖父真是老糊涂了，竟会选你这么一个穷小子与我家结亲。话还没说完呢。不必说了，家尊有言在先，祖父当时婚约只是一时戏言。何况凭你一个毫无门第之人，如何攀附我慕容家的门楣？白日做梦！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呀？这位姑娘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只要知道我和大圣哥是一起的就够了。我不要的男人，你既然当个宝，那就送给你好了。红袖，
给他们一些银票，算是我退婚的补偿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再让我再看到他。慕容姑娘，这些银票呢，我就替我师傅先收下了。今日之事，我就当你是同意了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等等。 冰清妹妹，想必那位就是曾与你订过婚的废物了吧？什么人嘴这么臭啊？又是哪儿来的乡野丫头？你说谁呢？谁嘴臭说谁。骂我！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打烂！哎！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啊！大高个，你要是想打，我陪你啊！就你这个乡野来的臭小子，也配同本少过招？你也配？就是，我们家林少那是江南第一镖局呼啸山庄的少庄主，在这姑苏城内，乃是横着走的主。还以为是什么高门贵胄呢，不也就是一帮地痞流氓吗？有种再说一遍！林少。 今日家父宴请宾朋，望你莫生事端。哼！臭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明日就是我冰清妹妹比武招亲的日子，届时像你这种不入流的玩意儿，最好有多远滚多远，免得污了这大雅之堂。我就不明白了啊，我这个腿长在我自己的身上，走不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不会是以为我明天要参加比武招亲，会在那上面灭了你的风头吧？臭小子，你是存心要与本少作对了？你这人怎么看谁都像靶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因为你是天生的贱啊！找死！ 臭小子，你气海空空，丁点内力没有，也敢同本少过招？对付你这种货色，根本用不着我的内力。不知天高地厚。够了，彭大圣，若你再闹下去，别怪我将你赶出姑苏城。听见没？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还不赶紧滚！好，很好。慕容冰清。 我本来今天就打算离开姑苏城，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你明天的比武招亲，我是一定会去的，而且我会打败在场的所有人，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说一声：“夫君，我错了。”臭小子，你还没睡醒，在这说胡话呢啊！ 就凭你这个气海空空、没有丁点内力的废物，恐怕连我们家旺财你都打不过吧？哼！我要是你，现在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免得在这丢人现眼。臭小子，你听好了，我给你1日时间滚出姑苏城，否则我让你永远见不到明日的太阳。 那我也告诉你，我今日所受的委屈，他日我定会加倍奉还。小九，走。你，冰清妹妹，才几日未见，你消瘦了不少啊。林少，我还有事，
就不奉陪了。冰清妹妹，公子要回府吗？不长眼的东西！公子恕罪。慕容冰清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跪下来求我怜惜你。小姐，您一向待人和善，为何方才要如此伤那个彭大圣呀？人总是会被困囿于不可得之物，让他彻底死心，总好过心存幻想，徒增烦恼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小姐不就变成坏人了吗？若能换得那个彭大圣少受折磨，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我的乖女儿能有如此见地，为父甚是欣慰。父亲，您不是在前厅宴客吗？爹听说你见过她了。想当年我慕容家族家道衰落，备受同道欺凌，你祖君也险些被萧晓所害，幸亏有一位游方道人出手相救，他才捡回一命。你祖君也是为了报恩，在爹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你应下了这门亲事。现如今我慕容一族已是武林世家之首，你的终身大事自然不能如此草率。你放心，爹一定为你择一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。女儿的婚事让父亲费心了。大圣哥，你刚才说要去比武招亲，可是当真？昔日我师父救了慕容家主，对他慕容家也算是有恩，可他们却恩将仇报，将我们的婚约视作儿戏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蒸馒头我争口气。我今日要替我师父把这口恶气出了。对了，刚才那个讨厌鬼说你气海空空，可你分明打败了北邙双煞，又怎么会没有内敛？其实他说的没错，我的气海啊，确实是空的。哎，小心！大圣哥，咱们去看看热闹。哎，慢点！无量天尊，各位少侠今日齐聚本观，各位蓬荜生辉，想必大家早有耳闻。先师羽化登仙前，今日定为天机玄任主之，这所谓宝剑赠英雄，还望各位少侠尽显神通，为这绝世玄甲择一良主。这天机玄甲是何物啊？啊，你连天机玄甲是什么都不知道？嘿，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啊！这玄甲呀，取材于韧如金刚的寒铁镜，铸甲师又在其中混入了玄天云体，精心锻造整整3年啊，方才铸成了这举世无双的天机玄甲。哦，说破大天也不过就是这甲胄，故弄玄虚罢了。不是，你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懂什么呀？此甲乃是江湖上少有的玄级护甲，穿上它，等同拥有半个金刚不坏之身呢。多少武林豪侠为了它抢破头，却无一人得手。哎，就这等宝物的珍贵，岂是你能掂量的？在场少侠，若有一此甲者，便可上前一步，催动真气与玄甲相融。若是契合者，此甲便会自行认主；反之，则证明此甲与你无缘。各位少侠，现在可以上前尝试了。哎呦，说这事情大圣哥，既然这甲如此难得，为何没人上前一试啊？不知道，姑娘，姑娘，只因此甲认主极为苛刻，若非有大机缘者，是不能驾驭的。哎，倘若强行穿戴，则会被甲胄内蕴含的力量反噬，轻则痛不欲生，重则经脉尽断。各位少侠，有人愿意上前一试吗？我愿意试。好。
这位少侠，您难道就是大名鼎鼎的昆仑派首席大弟子昆仲玉，昆少侠？没错，在下正是名震山东、河南、河北周边地区，人送外号“御剑飞龙”的昆仲玉。飞龙倒没看到，飞猪倒是有一头。少侠上前试甲前，贫道还需重申一点：若是试甲时发现内息阻滞，无法催动甲身，切记立刻卸除内力，切不可为争一时颜面强行戴甲，遭玄甲灵力反噬。好，那我就开始了，道长。好。不愧是昆仑派首席弟子，强盛的真气真是难得一见啊！依我看，这位昆少侠的修为都在五品之上，放眼江湖少侠，他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大圣哥，你觉得他有戏吗？他呀，强行用真气催动玄甲，撑不了多久就会力竭，死要面子，活受罪罢了。你看，可惜了。不过玄甲认主，缘分使然，施主不必强求。好，刚才是我低估了这玄甲的灵力，出手未尽全力，所以才导致了失败。菜就是菜，还让他给吹。谁？谁在说话？到底是谁？敢问这位少侠姓甚名谁，师承何处？在下彭大圣，师承五虎断刀门。大圣，五虎断刀门。敢问你是着急去打铁，还是着急上天去取经啊？那我倒是想问了，你方才用尽了全身仙力，这玄甲却纹丝未动，还有脸说什么低估？你怕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吧？你个小姑娘，你胡说什么呀你？我说的就是你。我家公子本给你留了情面，还未曾大声言明，你却还不依不饶。像你这种小心眼的人，世上难找。想必来的这位就是江湖别号青山郎君的萧子庭，萧公子啊，真不愧是号称江北第一楼的弄萧楼少主，当真是风流倜傥，气宇不凡呐！翠竹，你过来！你是从哪儿找来这么多歪瓜裂枣的呀？少主，姑苏人生地不熟，奴婢也是好容易才凑齐这些人。小花，还想问呢，那不说签了字以后就可以领大饼吗？去哪儿领？你是不是有饼啊？你快带他们去找啊！饼就给我们了，还不赶紧往口走啊！那个，刚才福明所累啊，让各位见笑了，见笑了。萧公子今儿来的正巧，此人今天出言重伤于我要与他决一死战。今日你正好来做个见证。哎，只不过是戏谑之言而已，坤兄又何必当真呢？萧子庭，你不会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
此言差矣。实不相瞒，今日我也是来试假的。小九，走吧。哎，大圣哥，我还想再看一会儿，就一小会儿，好不好嘛？嗯，好，好，好，都听你的，那就看一小会儿啊。成了！看到这天机玄甲，要认萧少侠为主人，真不愧是弄萧楼少主，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机缘，真乃实至名归呀！就是运气好。大圣哥，怎么了？他一直在强行催动真气，与玄甲内的灵力融合，时间久了恐有性命之忧。快停下！强行带甲会有性命之忧。糟了，这位少侠强行带甲，已遭玄甲反噬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有性命之忧。怎么回事？玄神怎么传到他身上了？难道说玄甲认他做主人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！这太上了！大圣哥，这天机玄甲也太漂亮了吧！不愧是玄级护甲。喜欢吗？喜欢，从前都只是听说，这还是头一回见呢。多谢少侠救命之恩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天机玄甲既已认主，可谓天命所归。这位少侠正是玄甲所找的有缘之人，贫道有礼了。且慢！此护甲的灵力分明是我和萧公子联手消耗掉的，凭什么被你个小门小派的穷小子占尽了天底下最大的便宜？我不服！就是昆仲玉，你别不服啊！现在玄甲既已认定主人，我劝你休要再胡搅蛮缠。萧子庭，这没你的事，闪开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道长说了，玄甲认主靠的是缘分。我看你呀，就是羡慕嫉妒恨。哼，说不定是你家主子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吧？不然就凭他那资质跟师门，也配拥有这天底下绝世无双的天机玄甲？笑话！各位少侠军舰，我今天一定要扒下他身上的天机玄甲，拆穿他的把戏，还天底下一个公道！这说的有理啊，说的就是确实不合规矩。就是。你当真要扒下我身上的玄甲？你自愿归还的话，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那你自己来取吧，我保证绝不反抗。大圣哥，小九，放心。这小子怎会如此顺从？难道里面有诈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我怕？该怕的人应该是你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玄甲认主后，灵力便尽归主人所有。若有侵犯者，必遭玄甲反噬。方才若不是这位彭少侠手下留情，这位少侠恐怕已经经脉尽断了。你个老道，怎么不早说？无量天尊，施主你也没问呐。你们当中
可还有人要脱下我身上的玄甲。就是这厮好像应对呀。小九，这玄甲送你。啊！这就是多少英雄豪杰想要得到的玄奇护甲，他转手就送给了一个丫鬟。这人也太狂妄了！就是暴殄天物啊！这是。大圣哥，这太贵重了，小九不能收。这不过就是件护甲而已，倘若不是你让我留下来，这玄甲也不会认我为主，所以它本来就是你的，收下吧。可是我……别可是了，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件礼物，收下吧。我很喜欢，谢谢大圣哥。走吧，请留步。有何指教？哈哈，二位不要误会，方才少侠救命之恩，子婷尚未答谢，所以我特地令人在刘灵居备了些薄酒，还望少侠能够赏脸。你知道谁家包子好吃吗？啊？嗯？啊，彭兄，方才你说你自己亲手击杀了魔教的北邙双煞，不知此话可否当真？嗨，运气好罢了。哦，你仅凭一己之力便击杀了北邙双煞，彭兄，身手果然不凡呐。哎，对了，你方才还说你要去参加慕容家的比武招亲大会。没错啊。巧了，我来姑苏也正是为了此事啊。你不会是为了人家的家产吧？哎，彭兄，你把我萧某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弄萧楼，跻身江北，论家世和名望，怎么着也不输他慕容家呀。再者说，男儿志在四方，岂可被这些名禄绊住手脚？那你为什么要去啊？唉，彭兄，你有所不知，我虽然出身江湖武林名门，但年纪轻轻便得了青善郎君这个称号，只不过空有一身躯壳罢了。自打我出师以来，江湖上不断各种传闻，都在说我萧某就靠着我爹的名望混迹江湖。时至今日，唉，我明白了，你想通过比武招亲一展拳脚，好让那些非议之人闭嘴。哎呀，好饭量啊！彭兄，知我者彭兄弟。既然咱们身在异乡为异客，不知可否一同前往？当然没问题啊，我还得多谢你今天请我吃饭呢。但我要跟你说，今天这顿饭是我下山以来吃的最饱的一次。彭兄，来，收下。这么多都给我？哎呀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收下。不是萧兄，这太多了。你我都是江湖儿女，没必要婆婆妈妈的，对吧？再说一个男人出入在江湖，总要有些银两傍身的。就算你不用，九姑娘也要用，不是？收下。多谢。嗨，朋友之间不需要言谢，以后你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就尽管说。萧兄啊，下山这么久了，你是第一个愿意跟我当朋友的人。啊，哎，小九出去买首饰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哦，姑苏商贾云集，琳琅满目，九姑娘许是挑花了眼。哦，有道理。这位公子，
方才那位姓方的姑娘，可是你的朋友。她怎么了？方才四海帮的人将她带走了，他们还让我来传话，说让你一人去无始巷赎人。四海帮？四海帮是姑苏本地的帮派，向来横行霸道，十分难缠。哎，彭兄，无始巷，彭兄。哟，小美人，你醒的可真是时候。你是谁？身是何处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受人之托教训跟你一块儿那小子，只不过呀，这街面上人多眼杂，这才劫了你，引他来救。不过，像你这么标致的小娘子啊，浪费了，实在是可惜啊！臭丫头，你个踹老子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得罪老子是个什么下场！香，真香！美人，把烟伺候好了。小九人呢？你说那个小浪蹄子呀，刚才还听着在里面叫唤呢，现在怕是爽的都叫不出声了。找死！小九，大圣哥，怎么样？受伤没？老唐。师傅，这个力度还行吧？力度还可以，再往右一点。哎，好，哎，对对对。你是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唐门门主唐长生？哎呦，姑娘，不敢妄言呐！那师傅在上，我小老儿怎敢托大呀？他还是你徒弟？准确来说，老唐他是我的开山大弟子。哎呦，师傅，您是折杀老儿了。可是世人皆传唐门门主5年前就看破红尘，贱埋深谷，从此游历四海，悬壶济世，人称当世一仙。他是你的徒弟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悬壶济世的本领都是我教的？哎，不对呀！按理说，我这3针下去，应该疏通脉络了。这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老头，这肺经都淤堵成结了，还扎膻中穴呢，这不逼他入肺吗？改扎天突穴，再用银针挑拨中府穴的淤子，你试试看看。这神了呀！少侠留步，少侠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医术了得呀！小老儿我是唐长生，敢问少侠高姓大名啊？冯大圣，那些手法都是家传手法，算不得医术。哎呀，彭少侠，你也太谦虚了！就您刚才那几句话，简直就是醍醐灌顶啊，胜过我苦研10年医术啊！少侠若不嫌弃，请收我为徒，传我医术。你要拜我为师啊？哎呀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小老儿一拜。师傅呀，徒儿我愚钝，你交给我的这个鬼谷神针呢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可能最多领悟了6、7分而已。
一点儿都不认真学习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发现小九遇险的呀？师傅，这个呢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小老儿经常游历江湖，为了减少那些不必要的麻烦，经常易容改扮而行。今天呢，正好路过姑苏城，偶遇师傅还有这位姑娘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算命先生。姑娘好眼力！哎呀，如今江湖险恶，那个魔教横行，我是怕师傅呀您被坏人算计，所以呢，我就偷偷的尾随其后到这儿来了。哼，这个慕容香那个老匹夫啊，他为了贪图荣华富贵，竟然无故退婚，还出言羞辱，这口恶气我是受不了的。师傅，你一声令下，我发动我唐门的势力，逼其就范。不必，慕容府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了当。哎，好。不过今天还好你及时出现，不然小九可就危险了。嘿嘿，师傅，其实我没出什么力啊，是方姑娘身上的那个天机玄甲护体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师傅，这家伙怎么办？你这个废物！我警告你，赶紧放了老子，否则等我四海帮的弟兄们来了，你们几个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死！你敢打老子！一招子啊！你可知道得罪了四海帮是何下场？你们四海帮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四海帮乃是姑苏第一帮会，就算六扇门都得让上几分。还以为是什么多大个英雄呢，原来就是帮地痞流氓啊！说，谁指使你来的？说出来怕吓死你！我家主人乃是姑苏呼啸山庄少庄主林敦。大圣哥，此人手段歹毒，绝非初犯，不能轻易饶了他。说吧，同样的勾当，干过多少回？哼，笑话！你去姑苏城打听打听，谁人不知道我四海帮汪洋？但凡是老子看上哪家的女人，哪个敢不乖乖送到我床上去啊？我告诉你，一个时辰之内，老子要是回不去，我那帮四海帮的弟兄们就会把这围得水泄不通。到时候，5分少啊，8匹买，再等家子，谁呀？五虎断刀门，彭大圣，敢一个人闯四海帮的堂口，你小子活腻歪了吗？你们人都到齐了吗？不知死活！给我上！今日起，四海帮出名。我想我娘了！快呀！快呀！快呀！
说他不仅单枪匹马砸了四海帮的堂口，还将人解送去了官府。要说那个四海帮平日里奸淫掳掠、作恶多端，挨顿打，算是便宜他们了。哎呀，有趣！这个彭大圣才来姑苏一日，就搅得满城风雨，此人是越来越对我的胃口了。姑娘，你是铁了心要拉拢那个彭大圣了？你不觉得相比于那些沽名钓誉的武林世族弟子，此人有趣得多吗？不过此人出自那个什么五虎断刀门，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小门小派，实在是拿不上台面。此言差矣。师傅，你怎么会？闭关修炼无相神公时出了点小差错，不妨事的。对了，你方才说那个彭大圣出自五虎断刀门，正是。师傅听说过此门派。要说江湖上晓得此派之人，怕也是凤毛麟角。若不是你们师祖曾对我讲过，恐怕我也无从知晓。多年前，曾有一名姓彭的神秘刀客，此人武学造诣极高，八大派掌门纷纷拜在他刀下，各大门派为笼络人心，将此人误为魔头，号召天下武林侠士共讨之。此人虽武功了得，但毕竟无门无派，最终闹得家破身亡。经历了丧亲之痛后，此人遁入深山，潜心修道。从此销声匿迹。传闻他在五虎山上悟透了阴阳相生之理，将天下武学与道家同纳之术融会贯通，创立了五虎断刀门，穷其一生在为下山颁布。难怪此人武功路数多变，叫人看不出根脚。原来是取百家之长，尽归己有。若能将此人受用，或得到五虎断刀门的相助，假一时，莫叫必败。弟子明白了。哎，听闻彭大圣要参加慕容府的比武招亲大会，我们不如趁此机会助他一助。传令，召集苗疆36窟洞主汇集姑苏，我要给彭大圣送一份大礼。哎呀，这药王居呢，虽然是年久没有大修，但是还落了一个清静。师傅啊，您跟着方姑娘呢，谪居姑苏这几日啊，不妨就在这儿住上吧。唐老，您这儿可有神龛？有呀，里面就有神农像，可灵验了，有求必应。从家里逃出来后，我还未曾设坛拜祭过父亲。大圣哥，我想去给父亲上炷香。好。哎，师傅，你跟那小九姑娘是什么关系呀？我们是偶然遇到的。偶然？那人家孤身一人，又惨遭追杀的，我岂能见死不救？我们就是同行。哦，就只是同行吗？我看那小九姑娘看你的眼神呢。老唐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？师傅，是我多嘴了啊！哎，师傅，师尊最后传你无相西海了吗？丹田呐，入完时死寂无法聚气，就算是最低级的内功，你都修不得。妥妥的练功废体呀！哎呀，师傅，您神通广大，肯定有法子的。师傅，爸妈，慈悲救救徒儿吧！去，为什么没法子？你不教我就算了，我现在就出去喊。师傅上院买了本《春宫图》，还是彩绘的，现在就在枕头下面放着，大家赶快！
兔崽子，不说好这事赖在肚子里的吗？师傅，您就帮帮忙吧，求求您了！行，罢了，真是罢了你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个法子成不成，全看你自己了。道藏有云，不破不立，破而后立。为师就用洗髓经冲破你的丹田气海，再为你重塑深藏。从今往后，经脉、血肉、筋骨皆是气海，可含百川之力。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修习内功了？洗髓后，你的气海空空，寻常内功心诀你练也是白练。不过，本门祖师爷曾留下过一本独门内功，倒跟你这体质堪称绝配。师傅，这功法叫什么名字？无相气海。往后你的修为进境注定要比旁人快上千百倍，只是切记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擅用。